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离婚不离孩子，与前夫成为最熟悉陌生人的赵丽颖，现在又有了新故。赵丽颖在她事业正当红的时候，于2018年10月与冯绍峰宣布结婚消息。这一消息让网络上瞬间变得一片寂静，他们受到许多人的质疑，甚至有人声称冯绍峰之所以受人青睐，只是因为颖宝的存在。2021年4月，他们宣布和平分手，结束了婚姻关系。这一次又让网络再次陷入混乱。他们承诺将共同育儿，并且将来依然是亲人。最近有照片显示两人再次一同现身，传言称他们未来可能会合作出演同一部影视作品。这部戏是由他们共同的朋友李冰冰牵线搭桥促成的。赵丽颖似乎在结束长达1年多的单身生活后，又迎来了新的故事。01，我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小时候常常跟着爷爷一起去摘棉花、掰棒子。尽管后来赵丽颖已经名声大噪，但她从未刻意掩饰自己的经历。据她叙述，她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家庭中长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小时候，我常常跟着大人一起下地干活，结果小手总是弄得黑乎乎的。她从来没有想过，在那个时候，她会成为备受瞩目的大明星。她一到上初中的年纪，就开始变得爱玩好美，完全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毕业后，只有去市里的一所中专上学了。他的梦想是长大后成为一名空姐，因此他选择了与之相关的空乘专业。他毕业后才意识到，当空姐需要支付一大笔费用，这让他感到惊讶。一个世代都在务农的家庭，怎么可能承受得起呢？就是这样，赵丽颖只好放弃这个梦想，接着便在家附近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她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清纯漂亮。她的朋友和同事经常开玩笑说，丽颖越长越像电视剧《还珠格格》里的角色了。身边的人常拿她开玩笑，称她越来越像电视剧中的角色《还珠格格》。她原本就对从事销售工作有些不满，听到大家这样说，他更加渴望外出闯荡一番。19岁那年，他就遇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雅虎举办的比赛要求所有有意参加者只需在网络上上传一张照片和个人简介即可。赵丽颖的好朋友鼓励他尝试一下，于是他毅然决定报名。不久之后，他居然真的收到了参加节目的邀请，于是他辞去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备战比赛中。他经过多重筛选，最终不负众望的成功闯入了总决赛，最终成功夺得了冯小刚组的冠军。他履行了比赛前的约定，出演了冯导的一部广告片，在冯女郎的帽子下亮相。他的起点虽然不错，但毕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班教育，他仍需从零开始，出演丫鬟、女儿，甚至无名的群众演员，直到风头过去。他总是不会错过任何能够跟着老戏骨学习的机会，只要有镜头出现。他在电视剧《金婚》中扮演了张国立老师的三女儿，与一众知名演员共同出演，展现了出色的表演。在《锁清秋》中，他成为了前辈安以轩的小丫鬟，她机灵聪慧的模样尤其讨人喜爱。他因为名声不显，只能出演一些配角角色。结果是，他等着等着就靠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直到有一次，直至所有演员陆续离开剧组回家，他仍然未被找到。他一直在努力，但却从未得到贵人的赏识。有人劝他不要胡闹了，告诉他说就凭他那张圆脸，这辈子也无法成为主角。然而这些都无法削弱他对表演的热情，他一直相信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成功。他刚出道时几乎每天都泡在剧组里，
这一点曾被某些人统计过。1年过去了，所有休息的日子加在一起也不到2个月。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于正导演的认可。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邀请他参演电视剧《陆贞传奇》。当时有人询问导演为何会选择一个新人来出演女主角，导演表示：不，他已经不是新人了，我一直在观察他，他展现出的能量特别适合这个角色。他一夜之间成为了这部剧的焦点人物，向世人证明了并非只有拥有 V 脸才能成为主角。他经过多年的磨练，演技早已超越了一些专业的演员，他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让他爆红的机会。他因这部剧而获得了更多的戏约。他的事业巅峰得益于《花千骨》《杉杉来了》《楚乔传》等作品。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名气有多大，他从来都不使用替身，浑身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看起来像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武打戏。在拍摄古装戏时，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势。他不仅全力以赴地工作，还时刻关心着他的家乡父老乡亲们。他不仅在老家盖了学校、修路，还一直低调地从事慈善活动。大家都在想，要配得上演技好、人品好的赵丽颖，究竟需要多么优秀的男人呢？2018年，赵丽颖突然宣布了她与以花花公子著称的冯绍峰的婚讯，各种议论纷纷，但多数人认为他们并不合适，也许他们的关系无法持久。他们不相配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来自的原生家庭差异太大。冯绍峰与赵丽颖的成长环境有所不同，他在繁华热闹的上海生活，而赵丽颖则是在一个小门小户的家庭中长大。他的母亲对文艺非常热衷，因此他从小就学习各种乐器、朗诵和口才等。他在高中毕业前就被免试保送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冯妈妈是他为心肝宝贝，始终紧盯着这个真爱的儿子。他们的感情经历不同，这也是两人不相配的另一个原因。赵丽颖是一位以事业为重的女性，她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没有时间投入到恋爱中。她与陈晓的恋情曾一度引起了轰动，但最终他们未能走到一起。她之后似乎对爱情完全免疫，专心投入到了拍戏工作中。冯绍峰则有所不同，他在上大学后远离了父母的关注，在校期间便与一名小师妹展开了恋爱。随着两人毕业，他们的感情走到了尽头。随后，他在拍戏过程中与正在经历分手困扰的胡杏儿相遇，彼此对彼此都有好感，但始终未能迈出进一步的步伐。他曾公开表示，胡杏儿的男友不配得上她，也许我们之间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感。然而，这个问题引发了长达几年的热议，之后便再无进展。自从那时起，他便开始释放自己，与合作的女演员安以轩之间迸发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火花。他只有在与她演吻戏时才会感到安全，这种情况也曾被传出。他们的表演让人物以为他们早已成为现实。他没想到自己一会儿跟安以轩打情骂俏，一转身又和李彩叶、霍思燕等女星传出绯闻。每次他拍电影都似乎与片中的女演员有某种瓜葛。2011年，他与杨幂搭档出演了备受瞩目的古装穿越剧《宫锁心玉》。这部戏让很多演员红起来了，自然也包括扮演八阿哥的他。他们在剧中爱得死去活来，没想到这段感情也延续到了现实生活中。两人在共进晚餐时表现亲密异常，宛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他们在社交网络上还半开玩笑地互相调侃，有人说我们正在谈恋爱，要不我们来试试看。就在瓜友们都以为他们会在一起的时候，冯绍峰却正式宣布了与倪妮的恋情。他们曾经以一生一世的姿态在一起，然而3年后他们却分手了。随后他接连谈了几个女友，
但都没有找到理想中可以共度一生的妻子人选。他渴望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稳定下来，建立一个家庭。在这一刻，赵丽颖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对于《西游记之女儿国》的电影拍摄，他们之间产生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他身上刻苦认真努力的品质，让冯绍峰知道了他的经历后深受感动。冯绍峰对老婆这个角色的所有幻想，都在他出现时得到了满足。赵丽颖对高大英俊的冯绍峰也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两人在拍摄这部电影时，他们的眼神中已经流露出了爱意。他们的感情并未因戏剧的结束而告一段落，两人常常被拍到一起外出，还会手拉手回到住处。大家一旦了解冯绍峰用来炒作新剧的方式后，就普遍觉得这次又是他在为新剧做宣传。没想到的是，两人在2018年再次合作拍摄《知否》，并且正式公布了他们的恋情。随后，剧情的发展揭示了两人已经升级为一家三口的消息。即使粉丝们对他们再不抱有期待，也只能送上祝福，希望他们的幸福能够长久。03。然而，他们宣布婚讯时的突然性却出乎意料，令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对于离婚的消息感到猝不及防。他们分别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出“日子很长，过去很美好，希望未来更加美好”。粉丝们普遍表示难以接受，然而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离婚早晚会发生。网友曾透露，冯妈妈对她的儿媳妇一直不满意。由于两人关系不和，再加上冯绍峰是一个极为孝顺的人，才导致了他们分手。据爆料者称，如果不是颖宝怀孕的话，他们早就分手了。颖宝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火速恢复了工作，这件事也引起了婆婆强烈的不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冯绍峰的母亲一直在催促他的妻子生第二个孩子。然而，赵丽颖并没有计划放弃事业，回归家庭。这些只是网友们的猜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尽管无法确凿证实家长里短的情况，但可以从他们婚后的互动中观察到这一点。他们之间实际上还存在另一个差异，这个差异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最为显著。男方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而赵丽颖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这正是两人性格的差异所在。在某个节目中，冯绍峰透露他曾经因为在拍戏时受委屈而感到非常伤心。回到家后，他依然念念不忘那件事，最终情难自禁，泪如泉涌。赵丽颖看着眼前痛哭流涕的爱人，却丝毫没有要过来安慰他的意思。她静静地看着他哭泣，直到他的泪水止住，然后赵丽颖才像平常一样让他去看孩子。也许是因为赵丽颖在娱乐界中历经坎坷，才会遭遇各种委屈。她身后没有任何背景支持，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脉资源，所以她必须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想要的东西。在她看来，受到一些挫折在拍戏中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了。她实在无法理解，一个如冯绍峰这样的大男人，竟为了这么点小事而大哭。他当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只是等着冯绍峰哭完后，才像没发生过一样继续聊天。他并不知道，在他从小就被妈妈呵护的无微不至的情况下，他过得非常幸福。冯绍峰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常顺利的成就，对他来说，这也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他的困难之处如此之大，以至于他需要通过一场哭泣来平复内心。他们就能够感受到彼此在性格上明显的差异。宝宝出生后，赵丽颖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冯绍峰在事业上变得孤军奋战。他经常会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在那段时间，尽管他没有和颖宝在一起，但在节目中，
她每3句话中总有一句在谈论赵丽颖和孩子，可以从她的种种举止中清晰地感受到，她对家人有着深厚的依赖情感。在一次互动环节中，她不经意地向镜头说出了儿子的名字，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做了一件错事，尽管只是一个小名字。她急忙拨通电话，向赵丽颖承认自己口无遮拦地说错了话。她战战兢兢地问道：“这件事会不会给儿子带来麻烦？”幸好赵丽颖并未追究此事，她才感到如释重负。这时就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赵丽颖比起冯绍峰犹豫不决的性格，更显得沉着冷静。有一次，她委屈地向身边的人诉说，表示妻子从未给他买过婚戒，他觉得自己似乎并不重要，甚至让他怀疑赵丽颖的爱并非真挚，只是想要嫁给他，并非因为爱上了他，而是觉得到了适婚年龄才和他结婚。很多人看到了他矫情的一面，觉得他就像个孩子一样，这场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网友们的分析，他们认为也许在这段婚姻中，丈夫的身影根本就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赵丽颖每天都像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无论是照顾生活还是情绪。两人最终以和平分手告终，没有涉及出轨或财产纠纷的问题，他们由夫妻关系演变成了彼此最熟悉却又陌生的陌生人。最近，有人拍到这2个人在一个朋友的陪伴下，一同现身于同一个地方。聚会结束后，2人便分开行动，他们离开的时间只相差了几分钟。众人纷纷揣测，是否他们欲要重归于好。2人离婚后，他们经常会因为孩子的事情而保持联系，即便他们重新走到一起，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始终都是孩子的父母，给予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无疑是最好的礼物。04赵丽颖恢复单身后，迅速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她甚至比结婚前更加拼命努力。她深知自己才是掌控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事情都不能完全依赖他人。人毕竟是情感动物，刚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必定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在参加综艺节目时表现得很不在状态，显然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幸好他得到了好朋友何炅的不断提醒和安慰，才逐渐变得活泼起来。自那时起，他放弃了之前的戏路，开始展现成熟的风格。他甘愿扮丑，不计外表形象，只为了更准确地刻画角色。他不仅频繁收到戏剧邀约，还登上了央视的舞台。冯绍峰曾被誉为美男，如今却有些让人失望。离婚后，他的容颜迅速消瘦下去，眼中失去了往日的明亮。在新居中，他身上散发出一种颓废的氛围，整个人都仿佛被笼罩其中。他看起来好像老了好几岁，这让人觉得他至今都还没有从离婚的阴影中走出来。在一个节目中，他还透露了自己有再次步入婚姻殿堂的愿望。明镜了解赵丽颖的性格，因此他只能劝告她，若想要重新在一起，就必须通过实际行动来感动赵丽颖。她最近带着新剧《幸福到万家》亮相，她的忠实粉丝们纷纷表示又有一部剧值得追了。她再次扮演女主角这一角色，成为了收视女王。与刘薇、罗晋等演技派合作，无论是演员阵容还是故事情节，都令人期待不已。让我们共同期待赵丽颖将在剧中扮演被称为小炮仗的和幸福角色，如何领导全村居民一同致富。结语：有人评论说，赵丽颖在新剧中表现的就像是在诠释自己的经历，从低谷走过，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离婚并没有让她屈服，相反，她变得更加坚强，生活也过得更加美好。无论何时，人生都需要向前看，纠结过去只会让你变得更糟。尤其是有了孩子的女性，
即使是出于对孩子的考虑，也应该更加努力。每个人都会经历逆境，但是如果我们在挫折面前束手无策，就只会让自己走入绝境。离婚只是这段婚姻的结束，并不能否定你的整个人生。赵丽颖恢复单身后，并没有陷入痛苦之中，也没有抱怨命运。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后，她重新挺身而立，内心的坚韧使她变得更加出色。她注定会在不远的未来找到一个完美的归宿，